建仁3年9月2日，镰仓幕府2代征夷大将军源赖家的外戚家族比企氏争斗中失利被灭族。作为他们对手的胜利者是初代将军源赖朝的外戚家族北条氏。此事可以说是整个镰仓幕府一朝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史称比企能源之乱。事后3代将军源实朝即位，源赖家从此被北条家所幽禁，1年之后被暗杀。上周的大河剧《镰仓殿的13人》最新一集修缮室，讲的就是源赖家被暗杀的故事。作为一个今年开始运营的日本历史演义频道，至少今年的大河剧是肯定要蹭的。之前也有不少观众想让我讲讲北条氏的故事，不过本频道语言风格虽然力求诙谐，但本质还是以事件演绎为主线，考据和分析为特点的频道。不能说随便找个人物名字，然后把很多年前中文互联网上的信息整合一下，就算出了个视频，对吧？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不管你喜欢深度内容还是口水内容，都别忘了先点赞订阅。比企能源的身世其实并不详，但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叔母比企长尼所收留，而这比企长尼乃是源赖朝的乳母，所以自源赖朝出兵伊豆以来，比企能源就一直跟随源赖朝征战，而且他能力出众，屡立战功，深受信任。在重要的战役澳洲征伐之中，他就作为侧翼总指挥，率军击破藤原氏，直接导致了藤原氏的灭亡，天下大定。在赖朝死后，他的嫡长子2代镰仓幕府将军源赖家建立了一个由镰仓殿的13人组成的集体专制系统。比企能源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当朝国丈，自然位列其中。之后谁也没有料到13人之一的委员景时英年早逝，围绕景时所握权柄的交接继承问题，包括镰仓殿在内的统治核心集团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之后除了现实利益和历史恩怨，13人的年龄差距也成了镰仓政权不可回避的定时炸弹。镰仓殿13人中资历最老的一批，乃是在整合源氏时就与源赖朝并肩作战立下功勋的元老们，包括三浦义成、安达胜长和千叶长影。自然他们3人都年事已高，很快就相继去世，于是镰仓幕府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制衡体系遭到了重大打击，一场巨变势在必行。此外，镰仓殿的13人内部由于采取行动的快慢差别，也产生了实力变化。源赖朝的妻子北条政子的父亲北条时政，尽管年事已高，但雄心勃勃，行动积极。随着老臣们逐渐过世，他和他的儿子北条义时即将独断朝政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而此时，北条父子最大的政敌就是比企能源。站在镰仓殿的角度，比企氏的家格绝不比北条氏低。比企能源是在源赖朝还是浪人的时候便已经发现其才华而鼎力支持，他的女儿若霞菊嫁给了现任将军源赖家。最重要的是，若霞菊为源赖家产下了他的长子一番。出于政治考量也好，出于真心实意也罢，镰仓幕府的前2代将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情种。源赖朝和北条政子的浪漫爱情故事众所周知，源赖家的爱情故事虽然没有他的父母那么出名，但是他与若霞菊之间也有热烈的感情。虽然若霞菊其实并不是源赖家的正妻，这对北条氏可不是什么好事。当初他们利用源赖朝和北条政子的感情，使得北条氏的势力不断地插入镰仓幕府权力过程的重要位置。最终在源赖朝和北条政子的儿子继承大统时，北条氏拥有了仅次于幕府将军的地位。而如今很显然的，比企氏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源赖家似乎乐于让比企氏利用。诚然，赖家他也是北条时政的孙子，但是显然赖家更清楚自己的姓氏是源。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一番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幕府将军，然后比企氏会取代北条氏。那样的话，外戚之间会得到平衡，源氏政权的权柄就会长久地握在自己手上，这是作为当下权臣的北条时政绝不能接受的。不过北条时政表示，你比企能源可能是藤，但我也绝非盛大之辈，岂能让你轻易得逞。建仁3年8月，源赖家疾病倒下，暂时处于病危状态。此时，北条时政乘机利用13人合议制度，将幕府将军的权力一分为二，也就是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的东西双朝廷制度。他提议在源赖家病重的期间，由赖家的儿子一番担任总守护，并且直接管领关东28国，而关西38国则由赖家的弟弟千帆代管。显然，他的目的是在源赖家如果一病不起的情况下，北条家依然可以作为千帆的母亲的家族，拥有影响力，与一番母亲的家族比企氏分庭抗礼。自然，对比企能源而言，这一提案简直就是飞龙起脸，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于是通过若霞菊转告源赖家说，北条父子这是想趁你病倒的时候废了你，另立千帆做镰仓殿。源赖家听说之后，从小母亲北条政子对自己的种种作为涌上心头，转化为对北条氏的深刻怨恨。
很难相信他竟然就这样在垂死病中当场传唤人员到床边讨论出兵讨伐北条氏。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一天恰巧北条政子难得的对病重中的儿子泛起了母爱，前来探望他，结果正好偷听到了赖家和人员的密谋。于是9月2日，北条时政收到了来自政子的紧急联络，让他赶紧准备与镰仓殿和比企氏的战斗。时政迅速行动起来，他先是找上了正所长官大江广元，对方承诺他不会支持打倒北条氏的行动，并且对天野元景和人田中长下命令说，将军现在病重，这种出兵命令必是伪造，一定是有人想调虎离山行叛变之实，你们立刻随北条时政出阵勤王。元景回答说，对付个老头还要动用将军的军队吗？直接把他叫来杀了不就行了？于是他们派工藤五郎去邀请比企人员到北条家参加药师如来的供养法事。比企人员决定接受邀请，他的亲信建议他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如果要去的话，请你穿上铠甲，带着军队前去。不过人员反驳说，如果我带着武器去，就会显得很可疑，万一暴露了同将军的密谋，岂不是陷将军于不义？我估计此时亲信心里想的是，你俩都是一棵树上的木耳，没事装什么？总之，他只是穿着便衣，带着几个家丁就去了北条家。反而是北条时政完全没有这么多顾虑，直接穿着铠甲在门口迎接人员，而且让他信任的弓箭手站在两边的小门边，而前面提到的远景和中长则躲在侧门后面。看到全副武装的时政，人员还是没有起疑心，他没有意识到伏兵的存在，就这样普普通通地穿过了大门。但看到人员下马，远景和中长立刻跳了出来，从两边抓住他的胳膊，然后斩下了他的首级，完全没有给反应的机会。而他的随从中则有人幸运地逃回了比企家。比企家得知此事之后，选择躲到一番居住的小寓所。时政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他借镰仓殿的名义对御家人发起总动员，集合起大军围攻小寓所。防守的比企家奋力抵抗，比企家的女婿立原清景和中山为重也带队前来支援，但终究寡不敌众。清景战死，为重负伤之后，自知无力回天的新任家主比企实元带着年仅6岁的小王子一番投火自尽。镰仓幕府的开国豪族比企氏仅仅1天就这样灭亡了。不过这个过程争议还是比较大，尤其是比企氏和源赖家是否有过密谋。上述过程也显然和镰仓殿的13人前几集的剧情有所出入吧。我在这个视频里完全是采用了北条家的家族正史武崎镜的记录，作为事件受益方的记录，可信度到底有几成，就由各位看官自己判断了。此事之后，朝廷中的比企派重臣被逐个清算，大多是被下令幽禁或者直接流放。而幕府将军源赖家病情好转之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他的儿子一番也在事件中送了命，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而更让他悲伤的是，等他病情痊愈之后，母亲北条政子建议他替助出家，将将军的位置让给弟弟千帆，其实就是软政变。千帆这时才12岁，源赖家不得已照做了。千帆也就是3代镰仓幕府征夷大将军源实朝。之后源赖家被送到伊豆修善寺，实际上是被幽禁。然而就在第2年，也就是元久元年的7月18日，北条家最终还是派出刺客暗杀了源赖家。刺客在他入狱的时候袭击并杀死了他，年仅22岁。源赖家从小就被他的父亲源赖朝寄予厚望，他也回应了这位创业至今的愿望，逐渐成长成为有希望的继承人。但是很遗憾，源赖朝没有坚持到给赖家奠定好基础。赖家即位之后的短短3年，也表现出相应的才能，让一切朝有利于镰仓殿的方向运行。但是另一方面，他从小缺乏母爱，每每有所成就时，北条政子的评价常常都是这作为源赖朝的儿子，或是这作为一名武士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终于以这种方式死在了自己的母亲手中，可悲可叹。源赖朝和北条政子的爱情故事看起来似乎和他们的后代没有什么关系吧。随后北条时政成为镰仓幕府的职权座，辅佐12岁的3代将军源实朝。北条家的权柄自此延续了很多代，期间还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期待镰仓殿的13人接下来的剧情吧。有趣的时候我也会再出视频。都看到这里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一个演绎日本历史传奇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